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播种方式。这种方式我个人觉得很适合特别热爱园艺，但因为要照顾孩子或别的原因，而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园艺的朋友们。这个办法就是来自于我的生活的，因为我要照顾孩子，所以很多时候白天是不能在园里劳动太久的。后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这样子我在孩子休息时，我就能不到园里的情况下，做一些园艺的前期的活，这样子又不会疏忽了带孩子的重要事情，又能让自己的园子可以有新鲜的蔬菜成长。好了，下面我进入正题，开始介绍。我一般都会把没有用到的种子放在冰箱里，有人说这样子种子的保质期会更长一点。下面准备笔、剪刀、厨房用纸、普通用纸和一个有封格子的盒子，可以是吃的零食的包装里面留下的，或像类似的都行。在普通的纸上画出跟格子盒子相同的格子，然后每个格子都编上相应的编号。接着把厨房用纸剪成跟小格子类似大小的形状，把剪好的厨房用纸放入盒子里的每个格子里。下面就可以拿出想要种的种子。我一般都会把最早在店里买的种子的包装袋都留着，这样后期我们自己留的种子就可以放入相应的包装袋里。要是新买的种子，打开后一定要用一个小的封口袋装起来。下面就要来数种子了，是很搞笑，但是真的之后可以省下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你要问自己，这种菜你大概想要种几颗？比如说你想种5颗，那你就可以多出2-3粒种子，后期可以进行优胜劣汰，可以放7-8粒种子出来开始浸泡的。为什么说可以省下你的很多时间和精力呢？说说我自己吧，我最早种菜就是种子倒出来，觉得差不多就往地里撒。因为种子小，我看着是很少，其实数量还是很多的，甚至多到自己都不敢相信。苗一长出来怎么办？太多了，哪颗都舍不得扔掉，然后就拼命的找地方种，到最后种的特别的密，特别的多。碰到有蚜虫虫害时，有时候我几乎是选择放弃所有，因为太密了，太多了，根本解决不过来。所以切记不能贪，要不然得到的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少。这是我个人种菜得出的小结论。在纸上相应的数字上标上相应的菜的名称。我最早是在每一个格子上都用标签贴上名称，但经常会发现标签不见了，然后种子有的都长得差不多，就导致我不记得谁是谁了。后来我就用了这个办法，感觉挺省事的。可能你会觉得每种菜的种子都要数，太麻烦了，太浪费时间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坐在小庭院里或屋内就能把这活完成的。打个比方，你要是有小宝宝正睡着，你途中去园子又觉得不放心，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办法。因为我的孩子稍微大了点，所以我今天播了好多的种子。以前没有用这个办法时，感觉照看孩子让园里的活停了好多。有时间了，有时候播的种子都是快过了季节了，最后都是白忙活。种子都放到格子里后，
就加入适量的水，开始浸泡种子。准备一个比格子盒子大一点的塑料盒子，放进去，加上盖子，把标有菜名的纸放在一起。看各个时段的气候温度，你也可以把盒子放在温暖的地方缺氧。我这个是温度适宜，所以第二天就可以看到有种子开始破壳了。这时我会在种子的上面再加上一张除黄院纸，起到催芽的作用。隔天或当天晚上就能发现种子差不多都出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自制的种子袋了。普通的纸切成自己想要的大小。这是我平时备的小号纸杯，适合青菜类的。大号的一般是给瓜类、豆类、玉米什么的。用儿童用的浆糊把纸糊成圆柱状，然后封底。这些工作有时候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的，我平时都会备一些。开始播种了，备一些平时生活中用到的一些盒子和专门的种植土，往纸杯里加土换种子，然后稍微震一下就好了。大的种子记得用大号的纸杯哦。然后备一个这样的水瓶，一个纸杯，只要滴几滴就好了。看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壮观？但很轻而易举的就完成了。记住不要用水龙头或大水壶来浇，这样子纸就会太湿，会粘在一起，后期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播种时一定要记得，相应的盒子上要标上相应种子的数字，或在纸杯上标上相应的数字。这样即便混在一起，也知道每个种子相对应的名称。我种的品种比较多，所以合起来量比较大。只要温度适宜，播种后第二天，很多小苗就会破土而出了。用同样的浇水方式，每天要确保纸杯里的土是湿润的。记得是湿润，不要特别湿。看这豆子和玉米的根都长得这么长，因为是纸的，所以它们的根是很容易就能穿透了。各种青菜类的菜苗也长得非常的好。这时候有空时就可以把它们种到你想要种的地方去了。你没有听错，就是把这小小的苗种到你想种的地方去。连纸杯一起种下去，种下后你多浇些水，因为现在就不用担心纸杯会烂掉了。整个播种过程大多时间你可以坐在室内的椅子上或凉亭里就能完成了，甚至大晚上的都能操作。我是经常是等孩子睡了，我就可以在屋内的某个角落开始我的园艺。好了，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后期会有更多的园艺小妙招和大家一起分享，也会跟进这些纸杯里的苗成长的过程。感谢大家的观看。